親愛的朋友們，歡迎來到微光夜讀。成人宴上，竹馬夢琳當着所有人的面，把我童年被霸凌時求饒的錄像公之於眾。視頻裡，我渾身髒污，發出淒厲的哭喊和求饒聲，引來全場爆笑。他邀功般看向校花沈於瑤：“瑤瑤，你看，我把她的底褲都扒出來了，這個禮物你喜歡嗎？”他饒有興致地打量着我。不錯，這種瀕臨崩潰的狼狽樣挺有趣的，讓他再哭一次，我想看看他是怎麼求饒的。周圍爆發出一陣起哄。江冉月，再表演一個唄，讓我們也樂呵樂呵。眼淚在眼眶裡打轉，我啞着嗓子問夢琳為什麼，她卻厲聲呵斥我：“喊什麼？能讓瑤瑤開心？你的醜事才算有點價值。閉嘴，別哭了，髒了瑤瑤的眼。”我最真實的友誼和我最深的傷疤，原來只是她討好女神的工具。那一晚，我的尊嚴被人反覆踐踏，刺耳的笑聲，戲謔的眼神，成了困住我的一場噩夢。後來，我讓他們聲名狼藉時，夢琳哭着嘶吼：“不過是一個玩笑而已，你至於毀了我的一切？至於……”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求求你們放過我吧，我錯了，我再也不敢了。視頻裡放着我最不堪的回憶，耳邊是旁人毫不掩飾的嘲笑與議論。天啊，這不是江冉月嗎？平時看着挺清高的，原來這麼賤啊！原來江家大小姐小時候是這麼個慫樣啊，跟條哈巴狗似的，笑死我了！嘖，你別說，這聲音真帶勁，聽着都讓人骨頭酥了。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我暗戀了多年的竹馬夢琳。我聲音沙啞，帶着最後一絲希望望他：“夢琳，關掉，求你把視頻關了。你答應過我的，你說會替我永遠守護這個秘密得出。”可夢琳皺起了眉，英俊的臉上滿是不耐煩：“冉月，你怎麼這麼小氣？瑤瑤最近在創作劇本，正需要這種痛苦絕望的靈感，你幫幫她怎麼了？”他口中的瑤瑤，是正依偎在他身邊的沈於瑤，是他捧在手心裡的女神。沈於瑤端着紅酒杯，嘴角勾起一抹滿意的笑：“阿琳，你做得不錯，這個素材很真實，不過這視頻畫質不是很清晰啊，要不江冉月，你現在給大家還原一下當時的細節吧，比如你是怎麼跪下的，求饒的時候心裡在想什麼，這樣我的靈感才會更飽滿。”周圍的哄笑聲更大了，我難堪不已，轉身就想逃離這個地方。可我剛邁出一步，膝蓋窩突然傳來一陣劇痛，夢琳從身後狠狠踢了我一腳，我狼狽地向前撲倒，雙膝重重地砸在堅硬的大理石地面上。“冉月，配合點，為了藝術獻身，不丟人。”他免堂皇的聲音從頭頂傳來，冷得沒有一絲溫度。幾個男生圍了上來，將我的手腳用繩子綁住，他們逼我複述當年求饒的話。我不肯，夢琳就一巴掌扇在我的臉上：“不說，那就打到你說為止。”啪，又一個耳光。混亂中，有男生的手趁機在我身上游走，帶來一陣陣令人作嘔的觸感。我的防線徹底崩潰了。我說，求求你們放過我！我麻木地重複着7年前的噩夢。沈於瑤湊到我耳邊，輕笑着說：“江冉月，看到了嗎？你連給我提鞋都不配，拿什麼跟我爭？不管是夢琳，還是物理競賽的名額，你都不配。”整整5個小時，我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他們才將我鬆開。膝蓋上一片駭人的淤青，火辣辣的疼。夢琳瞥了一眼，皺了皺眉：“怎麼搞成這樣？不知道喊疼嗎？”我沒理他，撐着牆壁，
一瘸一拐地離開了。第二天，我接到了孟林母親的電話，讓我去孟家一趟。我心升起一絲希望，也許他們是知道了昨天的事，要給我一個說法。一進到孟家，我便見到了坐在沙發上的孟林媽媽王新秀和他爸孟世雄。孟林不在，他永遠都這樣，闖了禍就讓他爸媽來收場。來了，坐。王新秀抬了抬下巴，我剛坐下，孟世雄就先發話了：小月啊，你和孟林從小一起長大，昨天的事我們聽說了。沈余姚的父親沈董是我們公司現在最重要的合作夥伴，城南那個項目後續能不能順利進行，全看沈家的意思。你是個聰明的孩子，應該明白我的意思。我腦子嗡的一聲，有點懵。王新秀接過了話頭，語氣淡淡：沈董今早給我們打電話了，話裡話外都是在為昨天的事給我們的敲打。你讓孟林在瑶瑶面前丟了人，就是讓我們整個孟家難堪。我氣得發抖，聲音都變了調。明明被欺負、被羞辱的是我，到頭來被指責的人還是我。叔叔阿姨，你們知道昨天發生了什麼嗎？孟林為了討好沈余姚，逼我跪在地上拍視頻，被羞辱的人是我。王新秀滿臉不屑：拍個視頻怎麼了？年輕人之間鬧着玩，開個玩笑而已，你至於這麼上綱上線嗎？還是說你嫉妒瑤瑤？我告訴你江冉月，孟林好不容易才追求到瑤瑤，我不允許任何人搅和他倆的感情。我嫉妒，我再也忍不住，猛地站了起來。你們忘了3年前你們孟家公司快破產的時候，是誰把全部家當拿出來幫你們渡過难關的嗎？是我爸。為了幫你們，我爸才不得不去海外找新的出路，到現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吼得声嘶力竭，眼淚在眼眶裡打轉，但我強忍着沒讓它掉下來。如今你們孟家沒事了，就要拿我們家做你們給沈家的投名狀，忘恩負義說的就是你們吧？客廳裡一片死寂，孟世雄和王新秀的臉色徹底沉了下來。王新秀冷笑一聲：江冉月，我勸你說話客氣點，以前的事我們認，但這不代表你可以拿這個來要挾我們。今天叫你來，就是通知你，昨天的事就當沒發生過。你要是敢破壞孟林和瑤瑤的感情，就別怪我們不客氣。他頓了頓，眼神裡的威脅毫不掩飾。你媽為了維持那個小破公司，挺辛苦的吧？你想清楚了，只要我一句話，或者沈董那邊動手指，你猜他還能撐幾天？這可是你爸留下的最後一點東西了。我臉色瞬間慘白。孟家用我家的錢填了窟窿，現在又用我家的命脈來威脅我，好醜惡的嘴臉。但我也知道，如今我確實沒有和他們抗衡的能力。我點了點頭，平靜開口：我明白了，多謝叔叔阿姨今天的教誨。你們放心，以後我不會再出現在你們面前礙眼了。至於那份恩情，我扯了扯嘴角，就當我爸當初餵了狗。說完，我拉開門，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開學那天，我剛走進校門，就感覺無數道異樣的目光粘在我身上，他們看着手機，對我指指點點。我登上校園網論壇，在看清內容後，白了臉。原來，孟林把那段我被霸凌的視頻剪成了各種鬼畜版本，發在了校園網上。一夜之間，我成了全校的笑柄，得了個江秋饒的外號。走在路上，總有人在我背後模仿我求饒的樣子，然後爆發出哄笑。我忍無可忍，整理了所有證據，向學校實名舉報了孟林和沈余姚。主任，我要實名舉報孟林和沈余姚對我進行網絡霸凌。
錢主任看了幾眼，就把手機推了回來，表情没什麼變化。同學之間開個玩笑，沒必要這麼較真吧，把事情鬧大，對誰都不好。我的火氣一下子就上來了，這不是玩笑，這是侮辱。全校都因為那段視頻嘲笑我，這對我是2次傷害，是一起惡劣的集體霸凌事件。學校難道不打算管嗎？那你想怎麼樣？他靠在椅子上，審視着我。沈於堯同學的父親是學校最大的投資人，新的實驗樓就是沈董捐的。做人要懂得感恩，不要給學校添麻煩。所以，就因為他爸有錢，他就可以在學校裡為所欲為。我難以置信。錢主任的臉徹底沉了下來。注意你的態度，我看是你才在無理取鬧，不搞好同學關係，還惡意重傷他人，影響學校聲譽。經研究決定，給你嚴重警告處分，全國物理競賽的名額也取消了。氣血直衝我頭頂，你們不能這麼做。錢主任從抽屜裡拿出一張處分單，這是學校的決定，你要是再鬧，下一步就是請家長了。我猜你也不想你媽媽從公司趕來學校處理這種事吧？提到媽媽，我仿佛被澆了一盆涼水，一股巨大的無力感襲來。媽媽為了公司已經1個多月沒回家了，我不能再給她添任何麻煩。我死死咬着嘴唇，拿起那張處分單，一言不發地走了出去。本以為我的隱忍能換來片刻安寧，可沒想到沈於堯和孟林還是不肯放過我。他們動用關係，聯合外部審計公司，直接偽造了一整套我家公司偷稅漏稅的證據。一夜之間，公司被查封，媽媽作為法人代表，直接被從辦公室帶走調查。我打電話求遍了所有親戚，電話那頭不是推諉就是直接掛斷，守着空蕩蕩的家，我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辦。突然門鈴響了，孟林站在門外，滿意的看着狼狽不堪的我。你來幹什麼？滾！我堵在門口，用盡全身力氣吼道。他卻毫不在意，直接擠了進來。你家現在可真夠冷清的。哦，對了，你媽被抓了，公司也完了，你現在是不是連飯都吃不上了？是你們幹的，對不對？我死死盯着他，眼睛通紅，還不算太笨。孟林自得地坐在沙發上，翹起2郎腿。那家審計公司是瑤瑤家找的，做點證據出來，對他們來說不是很簡單嗎？我今天來是看在咱們多年的情分上，給你一個機會，去向瑤瑤下跪道歉。只要她滿意了，就答應放過你和你媽媽。我沒有選擇。按照約定，我來到了沈於堯舉辦的私人派對上。一進包廂，我的心瞬間沉入谷底。包廂裡不只有沈於堯和孟林，還有視頻裡霸凌過我的那幾個人。見到我，所有人的目光齊刷刷地落在我身上，帶着毫不掩飾的嘲弄。沈於堯笑着朝我招了招手，周圍的人自動讓開一條路，恐懼感蔓延全身。我強忍不適，走到他面前。我來了，按照約定，只要我做了你們想讓我做的事，你們就放過我媽媽。沈於堯輕笑一聲，伸出他那鮮紅指甲的手捏住我的下巴。想放過你媽媽，那要看你的表現能不能讓我滿意了。他打了個響指，那幾個男生立刻心領神會，獰笑着將我圍在了中間。其中那個叫李浩的人，就是當年帶頭霸凌我的人。瑤瑤姐，你想讓他怎麼表現？沈於堯端起酒杯輕晃。上次那個視頻我看了，哭得太假，一點都不投入。今天我要看點真的，我要他哭得比上次更慘更可憐，哭到讓我覺得滿意為止。話落，李浩一巴掌狠狠地扇在了我的臉上。
聽見沒？瑤瑤姐讓你哭。我的臉頰瞬間高高腫起，一股血腥味在口腔裡彌漫開來。哭啊，怎麼不哭？另一個男生一腳踹在我的肚子上，我疼得蜷縮在地上，隨即雨點般密集的拳頭落在我身上，我感覺自己的五臟六腑都錯了位，劇烈的疼痛讓我無法呼吸，我只能發出一陣陣壓抑的嗚咽，聲音太小了。沒吃飯嗎？哭，我讓你哭。李浩一把抓住我的頭髮，將我的頭狠狠地往地上撞去，一陣天旋地轉，我能感覺到溫熱的液體從額角流下，模糊了我的視線。我的嗓子已經喊啞了，可他們還是不滿意。沈余瑤不耐煩地皺了皺眉，沒用的東西。李浩瑟縮了一下，下一刻，他看向我的眼神變得瘋狂。他取下嘴上叼着的香煙，將猩紅的煙頭緩緩移到了我的眼前。我的瞳孔驟然收縮，渾身上下的血液瞬間凝固。不要！我瘋狂掙扎，可他的力氣大得驚人。別動！他的聲音像來自地獄的呢喃，帶着殘忍的快感。你的眼睛很漂亮，你說，要是這裡留個疤，會怎麼樣？坐在沈余瑤身旁的孟林有些不忍地開口：瑤瑤，會不會玩得太過火了？要不還是算。他話沒說完，就被沈余瑤冰冷的眼神嚇得住了嘴。那一點火星在我的視野裡不斷放大，熱浪已經開始灼燒我的睫毛，仿佛下一秒它就會落在我的眼球上，絕望像潮水一樣將我淹沒。媽媽，爸爸，誰能來救救我？我放棄了掙扎，閉上了眼睛，等待着那最終的審判降臨。就在那煙頭即將觸碰到我眼球的那一刻，砰！派對包廂厚重的大門被人從外面一腳猛然踹開，逆光中，一道修長挺拔的身影站在門口。那道熟悉的聲音響徹整個包廂：誰敢動我女兒？音樂戛然而止，李浩抓着我頭髮的手僵在半空，那只燃着火星的煙頭從他指尖滑落，掉在地上。所有人都驚愕地望向門口，那個高大的男人開始向裡走，看着逐漸清晰的臉龐，我的心臟跳得越來越快。在徹底看清後，我確認了，是失蹤了整整3年的爸爸。我爸的目光掃過全場，在看到我狼狽的樣子時，他眼裡是滔天的怒火。李浩等人被他身上駭人的氣場嚇到，觸電般的鬆開了抓着我頭髮的手，踉蹌着後退。爸爸脫下自己身上的西裝外套，小心翼翼地披在我的身上，然後將我打橫抱起，感受到溫暖的體溫。積壓了3年的委屈和恐懼在這一刻徹底爆發，我放聲大哭，聲音嘶啞破碎：爸爸，爸爸！爸爸抱着我，另一只手輕輕地拍着我的背。在抬起頭時，他眼神冰冷地示意他身後林助理。林助理立刻會意，掏出手機，將鏡頭對準在場的每一個人。就在這時，沈余瑤終於從震驚中反應過來，囂張上前攔住了我父親的去路。喂，你誰啊？懂不懂規矩？誰讓你進來的？誰准你帶走他的？把他給我放下！爸爸的腳步未停，抱着我，準備從他身邊繞過去。這下，沈余瑤徹底被激怒了，她尖叫着，伸出手就要來抓我的胳膊。我讓你站住！你聾了嗎？你今天別想把這個賤人帶走！就在他的手即將碰到我的瞬間，爸爸的一只手精準地扣住了沈余瑤伸過來的手腕。咔嗒一聲輕微卻清晰的骨節錯位聲響起，沈余瑤她發出淒厲的慘叫，膝蓋一軟，整個人跪了下去。爸爸居高臨下的俯視着他，緩緩吐出2個字：聒噪。說完，他像扔垃圾一樣甩開了沈余瑤的手。
沈於堯失去支撐，整個人狼狽地癱倒在地，被急忙趕來的孟林扶住。孟林嚇得臉色慘白，結結巴巴地說道：“堯堯，別說了，現在情形不對，先保住命再說。”沈於堯囂張慣了，第一次被如此羞辱，這比殺了他還難受。他指着我爸的背影嘶吼：“你給我等着！我爸是沈天明，我要讓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場，還有你懷裡這個賤人，我會讓你們一起從這個世界上消失。”聽到沈天明這個名字，我心裡一緊，那是在本市可以一手遮天的人物。我下意識地抓緊了爸爸的衣服，擔憂地小聲說：“爸爸，他們沈家。”爸爸腳步沒有絲毫停頓，冷冷地對身後的人說：“好，我等着，讓你父親還有所有你們能找到的人儘管來，我給你們這個機會。”再睜開眼，我已經躺在了病床上。“小月，你醒了。”是媽媽的聲音。一轉頭，爸爸和媽媽都在床邊。時隔3年，我們一家3口終於團聚了。我看着爸爸，忍不住問：“爸，這3年你到底去哪了？”爸爸沉默了一會，才開口：“對不起，小月，爸爸去執行一項特殊的國家任務，任務是絕密，不能和外界有任何聯繫。我知道這3年委屈你們了。當初我傾盡家財幫助孟家，本以為能讓他們在我離開後保護你們母女倆。沒想到他們如此狼心狗肺。如今我完成任務回來，我向你們保證，從今以後沒人再敢欺負你們。”媽媽搖了搖頭，握住他的手：“只要你平安回來，比什麼都強。”“那沈家和孟家呢？”我猶豫着開口。“不用害怕他們。”爸爸的安撫地摸了摸我的頭，語氣篤定：“國家內部會議已經下達了打擊盤踞地方的黑惡勢力的任務。沈天明這種人早就上了名單，就算我們不出手，他也蹦躂不了幾天了。”聽到這話，我和媽媽才徹底放下心來。這時，病房的門被敲響了，孟世雄、王新秀還有跟在他們身後的孟林走了進來。他們已改之前傲慢的態度，對我爸畢恭畢敬：“江兄，弟妹，聽說小月住院了，我們特地來看看。”爸爸坐在床邊的椅子上，淡淡的嗯了一聲。孟世雄擦了擦額頭的汗，有些局促：“那個，江兄，昨天的事是我們家孟林不懂事，我們今天就是特地帶這個逆子來給小月賠罪的。”他說着，用力推了一把身後的孟林：“混賬東西，還不快給你江冉月妹妹道歉！”孟林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江冉月，對不起。”這句道歉輕飄飄的。我媽冷哼一聲，一句對不起就想把我女兒受的傷、遭的罪全都抹掉嗎？王新秀趕緊解釋：“弟妹，孩子們之間小打小鬧，有點摩擦很正常嘛。我們做大人的沒必要把事情搞得這麼僵吧？小打小鬧。”我媽媽的聲音抬高了8度，把我女兒打到住院，叫小打小鬧；拍那種視頻羞辱她，叫小打小鬧；用我家的公司威脅她，叫小打小鬧。王新秀，你說話要憑良心。一直沉默的爸爸終於開口了：“孟世雄，你我2家相識多年，我只問你一句，孟林和沈於堯對我女兒做的那些事，你們打算怎麼負責？”孟世雄乾笑了一聲：“江兄，你看，要不我們私下解決，賠償方面，我們孟家一定讓你們滿意。至於那2個孩子，不可能。”爸爸直接打斷了他：“他們對我女兒造成的傷害，不是錢能衡量的。他們必須為自己的惡行付出應有的法律代價。”話落，孟氏夫妻的態度立刻變了：“江兄，凡事不要做得太絕。我們今天誠心誠意來道歉，是看在過去的情分上，
你別以為我們孟家和沈家是好欺負的，沈家背後站着的是誰，你恐怕還不知道吧？為了一個丫頭，得罪了你得罪不起的人，值得嗎？顯然，他們只查到了我爸的身份不一般，詳細的信息是被國家保密的，他們無從知曉，只單純的以為我爸的地位越不過沈家背後的大山。看來你們還是不明白自己錯在哪裡。爸爸冷冷開口，既然如此，我們兩家這些年的情分到此為止。我已經讓我助理小林對孟林和沈余姚傷害我女兒的案件申請上訴了，希望下次再見面是在這兩人的判決法庭上。現在，請你們出去，你們打擾到我女兒休養了。很快，沈、孟兩家的反撲開始了。第二天一早，林助理拿着平板電腦衝進病房，臉色鐵青。江先生，您看，屏幕上一個直播間正以恐怖的速度攀升到全網熱搜第一，而直播間裡的人正是孟林、沈余姚，還有那天圍毆我的所有人。孟林眼眶通紅，頭髮凌亂，整個人看起來憔悴又無助。他身邊的沈余姚更是楚楚可憐，一只手纏着厚厚的繃帶，被他心疼地摟在懷裡。面對鏡頭，這群人聲淚俱下地控訴我：對不起，佔用了大家的公共資源，但我實在沒有別的辦法了。我和江冉月從小一起長大，我一直把她當妹妹，可是她對我的感情變得越來越偏執，她跟蹤我，騷擾我，嚴重影響了我和瑤瑤的感情。我們多次勸她，她都聽不進去。昨晚，我們只是想最後一次跟她好好談談，想讓她清醒一點，不要再傷害自己，也不要再打擾我們。她哽咽着看向身邊的沈余姚，滿眼都是心疼和愧疚。瑤瑤為了我受了太多委屈，她那麼善良，還想勸江冉月想開點。她將沈余姚那只纏着繃帶的手舉向鏡頭，可我沒想到他會叫來他的父親。他一進來，二話不說就打人，瑤瑤的手腕就是被他硬生生掰斷的。我們所有人都被他打了，他還威脅我們，說要讓我們所有人都消失。我們只是普通學生啊，我們怎麼鬥得過有權有勢的人？旁邊的人也開始七嘴八舌地作證，對，我們都能作證。孟林說的都是真的，那個江冉月從小就很有心機，我們都被他騙了，太可怕了。權力在我們這些普通人面前就像一座大山。他們還把我童年求饒的視頻和我父親昨晚抱着我離開的畫面惡意剪輯在一起，內含我從小就深諳賣慘之道。一夜之間，我從一個受害者變成了一個因為嫉妒校花求愛竹馬不成就利用高官父親的權勢肆意報復同學的惡女。評論區裡全是鋪天蓋地的謾罵，必須嚴查這個當官的濫用職權，為女兒出氣，還有沒有王法了？我就是他們學校的，我作證。孟學長和沈學杰本來就是一對，這個江求饒看面相就不是什麼好東西，從小就會裝可憐，我氣得渾身發抖。他在撒謊，他在胡說八道，這一切都是假的。爸爸趕忙關掉平板，安撫我，別看這些東西髒。但事情遠沒有結束，接下來的幾天，家裡氣氛凝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員來了2次，每次都和爸爸在書房裡談很久。一次，我路過書房，聽到裡面一個威嚴的聲音說：“江海同志，我們相信你，但是現在輿論壓力太大了。”上面的意思是，如果這件事不能盡快澄清，為了穩住民情，也只能暫時委屈你們一家，先雪藏避一避風頭了。我心中一緊，
沒想到這件事竟然連累了爸爸。我強迫自己冷靜下來，將派對上那段屈辱的回憶在腦中一遍遍地回放，強忍着反胃和戰慄，尋找着每一個被忽略的細節。終於，一個被我忽略的細節閃現在我腦海裡。那晚包廂裡，沈余姚曾得意洋洋地對旁邊的人說：“我們家有大靠山的，我就算今天玩死了江冉月，也被人感動我。”旁邊的人立馬吹捧道：“哇，姚姐家這腰牛，那沈家在咱們平城豈不是可以橫着走？哼，我們沈家在平城說第二，就沒人敢說第一的。之前上頭派人來查城南那塊地的賬，我爸直接讓人在開曼群島註冊了一個空殼公司，再做點假賬，直接乾乾淨淨轉走一筆錢，就像當初搞垮江冉月家那個小破公司一樣，證據做得足足的，誰也翻不了案。或許這就是突破口。我立刻衝出病房，找到正在走廊盡頭的爸爸。爸，我有線索。我將沈余姚的話一字不漏地複述給了爸爸。爸爸聽完，眼神瞬間變得銳利起來。他立刻對林助理下令，動用我們海外的人脈，給我查一家在開曼群島近期和環宇集團有過大額資金往來的空殼公司，不惜一切代價，我要他所有的資金流向。林助理立刻領命離去。但這還不夠，我知道，單憑一個海外的金融犯罪，或許能重創沈天明，但未必能將他和他背後的大靠山一網打盡。沈天明在平城橫行霸道這麼多年，他手裡一定有很多被他傷害過的家庭，我要把他們一個個都找出來。我開始在網上瘋狂搜索，我要找的是那些在過去幾年裡突然倒閉後被環宇集團低價收購，或是與環宇集團發生過激烈商業衝突後一蹶不振的本地企業。很快，我就找到了幾家公司的名字，他們有的破產後销聲匿跡，有的背負巨債遠走他鄉。我給其中一家小型建築公司的老闆撥去了電話。這家公司的李老闆在3年前因為一個豆腐渣工程的醜聞而破產，而那個工程的唯一受益方就是接盤的環宇集團。電話響了很久才被接起，一個沙啞而警惕的聲音傳來：“喂，你是誰？”“李叔叔，你好，我是江海的女兒，江冉月。我知道您的公司當初是被沈天明用一份偽造的工程質檢報告和惡意抽貸搞垮的，您手裡一定還留着一些證據，對不對？你想幹什麼？”他的聲音裡充滿了警惕和恐懼。“李叔叔，我爸有能力把沈天明這顆盘踞在平城的毒瘤徹底鏟除，但我們只需要您的幫助。只要您願意站出來，提供您手中的證据，我父親會保證您和您家人的人身安全，並且在事成之後，幫助您討回所有被沈天明奪走的東西。”電話那頭又是一陣長久的沉默。我沒有催促，我賭他心中的那份被壓抑了3年的不甘和仇恨。許久，他才決絕地開口：“好，我信你一次。我手裡的原始合同和當初的材料樣品都還在。我等這一天，等了3年了。”掛斷電話，我沒有停歇，立刻撥通了第2個、第3個。整整1個下午，我打了近20個電話。當我放下手機時，天已經黑了，窗外萬家燈火。我的手中已經握住了一張反抗沈天明惡行的名單。一場風暴即將掀起。1周後，環宇集團在本市最豪華的酒店舉辦慶功宴，沈天明正志得意滿地站在台上，接受着滿場賓客的阿諛奉承。
孟家三口也作為他最忠實的盟友，滿面紅光。晚上8點整，宴會廳正中央的巨型 LED 屏幕亮起，出現的並非集團宣傳片，而是一段光線昏暗、畫面晃動的視頻。視頻裡，沈余姚囂張的聲音響起：“我要你哭，哭得比上次更慘。”全場瞬間安靜下來，所有人都驚愕地看着屏幕。視頻裡的女孩不就是網上那個仗勢欺人的江冉月？她怎麼被沈小姐打得這麼慘？不是說江冉月才是霸凌者嗎？這看着也不像啊！這正是那天沈余姚一行人在包廂虐打我的畫面。沈天明的臉已經漲成了豬肝色，他對着後台怒吼：“關掉！快給我關掉！”可無論後台如何操作，視頻依然在播放。突然，畫面驟然變黑，再次亮起時，已經切換到國際金融犯罪調查科的新聞發布會直播。一位外國官員正對着全世界的媒體宣布：“我們成功鎖定了一個涉及巨額洗錢犯罪的空殼公司，其所有非法資金流向都清晰地指向了華夏寰宇集團及其董事長沈天明先生。”然後，一張張資金流向圖和交易記錄被清晰地展示出來。緊接着，屏幕第3次切換，那些曾被沈天明迫害的企業家們召開了聯合記者會，聲淚俱下地控訴着沈天明的種種罪行。他用偽造的質檢報告毀了我的公司，是他設局，騙走了我半輩子的心血。我們要求嚴懲罪犯沈天明。孟世雄的手機瘋狂地響了起來，他顫抖着手接起，電話那頭傳來財務總監的尖叫：“孟總，不好了，我們的賬戶全被凍結了，說我們涉嫌為寰宇集團洗錢，我們完了。”手機啪的一聲掉在地上，摔得4分5裂。台上的沈天明臉色已經變得慘白。突然，宴會廳的大門被猛地推開，一隊荷槍實彈的警察衝了進來，為首的警官亮出逮捕令：“沈天明、孟世雄、王新秀，你們涉嫌多起重大犯罪，現在依法對你們進行逮捕。”冰冷的手銬住了沈天明的手腕。屬於沈、孟兩家的時代徹底消散。孟林和沈余姚已經成年，等待他們的是漫長的監獄改造，還有當初收了沈家的錢。抹黑造謠，我的水軍也被通報整改了。這場鬧劇終於落下了帷幕。半年間，曾經傷害我的所有人都得到了應有的懲罰。我站在曾經舉辦那場罪惡派對的會所裡，這裡已經被爸爸買下，準備改建成一個法律援助基金會。我看着爸爸，認真地說道：“爸爸，我想好了，我要去考司法考試，我想成為一名法官，我要用我手中的權力去守護真正的公平和正義。我要讓所有像沈天明一樣的人都得到應有的審判。我要掃清這世間的黑惡，讓光照進每一個黑暗的角落。”爸爸看着我，沒有說話，他像小時候一樣揉了揉我的頭，露出了欣慰的笑。感謝大家的觀看，本期故事精彩嗎？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並分享給更多的人，這會對我幫助很大。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